任何低价藏不住。本节目由藏在微信里的同程旅行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玩转你我他，让我们乐在一起的可口可乐分享瓶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潘婷胶原泡蛋发膜赞助播出，一颗72小时弹韧亮，根源改善发质。万能的淘宝，淘到心头好。本节目由万能的淘宝赞助播出。杀戮直播即将开始，杀戮直播，喝一喝，包子，即将被淹死。他想看我们一个个死掉。对。8分糖白汉子豪胜失败，喝你一把金汤勺，即将被强夹死。你们没死。对。帮凶名单，白汉子，你是引诱，和你爸是赌。柯安看是从恶，帮凶名单只有你一个人。小青蛙的歌。你是谁？到底你说？你是谁？接一下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这里是内饰皮革厂清仓中心，恭喜您成为幸运客户。本场转型大酬宾。不是，它的铃声是小青蛙，你们听到？看看这里有什么东西。老板，钱收到了，咱们这边等您的安排。有点心情不好，需要通话一下。那是推有福的声音。还有一张。工作汇报兔老板，汇报人谈钱。所以谈钱他也不是我们的老板，他就是个傀儡老板。对，安文哲是投资人，谈钱就是个经理嘛。下一个是这是他的常规需打赏监测记录。青蛙爸爸是流量第1，但是死亡。啊？已被老板要求处理。青蛙爸爸是什么？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那个手机壳上为什么有青蛙？你是谁？到底你说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青蛙爸爸，我是青蛙爸爸，是青蛙爸爸，我是青蛙爸爸。你是啊？青蛙爸爸。什么？我是青蛙爸爸。Top 1复活归来，已升级进入限量直播中。小青蛙是我的女儿。你女儿死了。我现在不知道她死没死，就在你那房间才听到说是在她工地坠楼了。从我旁边脚手架上掉下来一个女的。就是小青蛙。你的印象里她失踪了。对，然后呢？我有一个女儿，她14岁的时候生病了，很需要钱去救命治疗。但是呢，能力有限，没有那么多钱。我在网上发了各种各样的帖子，想让大家来帮助我。但是没有人来帮我。但是呢，这个点被一家公司看到，一个 MCN 的公司，然后他们就找到我说，我们可以利用你女儿生病，一个单亲爸爸的这个点，卖惨，炒作，来说，我们帮你弄个直播间，你靠这个打赏也很多，你挣钱。我一想我没有办法，对，然后我就去了。去了之后呢，就是穿着这个青蛙的这个衣服。直播间打赏了多少钱，我就会跑多少圈。渐渐的，我发现啊，直播间里会有很多人，也是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。我也不断在鼓励他们，
他们也同时给我带来的这种能量，也在让我鼓励着我自己跟我女儿嘛。6月份的时候，我马上要直播了，但是我女儿的药突然没有了，所以我要去医院。买完药我往家走的时候，我就看了一眼手机，之前女儿给我发了个信息说，爸爸，突然有一个神秘人说是，你要是现在立马能直播，我就给你一大笔钱啊。女儿要替我去直播。一想，女儿既然要替我去直播的话，那肯定要进我直播间。然后我就打开直播间一看，我直播间怎么被封禁了？然后我就在网上搜那个直播的片段，就发现我女儿就晕倒在我们经常直播那个公园了。我就很担心，冲向那个公园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既然直播被封掉，那我们公司一定是知道这个事情。然后回公司呢，发现公司突然间就人去楼空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从此跟我女儿就断联了啊，因为我也需要挣钱嘛，然后又突然发现就是这个公司在招人，招电焊工。那你那个销售冠军那个是你吗？这个公司的青蛙爸爸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就所以那天咱们去2楼的时候，我不是很好奇这怎么有个青蛙那个，这是什么意思吗 ？Top 1复活归来，你为什么会有这些信息啊？有什么东西？你说。没有，就是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，我觉得不对劲啊。当时我不能去表现出过激行为，因为我摄像头在，我也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嘛。然后晚上我就偷偷的回到2楼，然后在里边发现了这个手机链嘛，所以我确定这些东西都是我的。那么我的小青蛙有可能就跟这个公司有着极大的关系。这是个退友服的日记本。我好像明白了青蛙爸爸说的话，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。赚不到钱的主播，安文哲写的是你是吧？他这里面写的就是青蛙爸爸的那碗热汤面温暖了我。是我，一定是我。安文哲把他当做一个电子爸爸了，虚拟爸爸，精神寄托吗？精神寄托吗？安文哲他，来到这儿其实是为了找我。什么玩意儿？但以前我们都不认识啊，他可能是我的粉丝。然后呢，后面那个杯子，这是我的杯子。谈8511就是这个账号，他控制了青蛙爸爸。一开始搞什么重生直播的噱头，吸引了很多人去看复活的青蛙爸爸。后来还把高人气的青蛙爸爸送进了杀戮直播。我觉得他这个故事能证明的是安文哲是个好人。但如果他跟安文哲是好的话，他也不可能杀安文哲。不是，他俩是网友，他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，只有我穿上那身衣服，他才能认识我。因为在白汉子的意识里面，这姓安的是投资谈钱的人，而且谈钱已经死了，他死有余辜。对，他想要揪出幕后真凶，就是这个姓安的老板，还说我们是一群无知的人，我很生气。好，就还人格侮辱。杀人动机是因为他说我们是无知。不。说别人的无所谓，只要他说了你是。我都想杀他了，我现在要公开做他的 X。你不要搞，哎，怎么了？乱码了？怎么了？什么东西？啥意思？不是乱码。
小黑客已成功解密老板手机，正在调取老板手机。老板，我想把青蛙爸爸补进49号，做个通灵直播间，能给您打个语音详聊吗？老板，明天有人要来厂子做检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车间搞得天衣无缝，不让人发现任何问题。带着人检查，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。好的，老板，我一定打起12分精神。是谈，跟一个幕后老板在聊。没错。那这个幕后老板是坏的，对吧？他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神秘人是好的，说要停掉。没错。下一页。根据观众反馈，隐藏和常规2款直播已经不够新颖刺激，因此新增3款限量直播、杀戮直播、煽动、贪婪、暴力、造谣、窥私，这些是常见的恶行。是恶之源头，需设计出81个。榜一大哥才能选吗？榜一大哥选择完毕，游戏开始。造谣。水越来越深了，得快一点了。哇，这个好吓人！哎，救命！有人吗？救救我！哎，必须每次死人。下一页。谈钱的黑网管理权已到手，虽然老板的账户还是破解不了，但很快能解决老板本人了，黑网彻底就归我们了。我们，所以这个姓安的雇了一个黑客。怎么了？这是谁啊？安文哲吗？不是。哎，不是你。哎，不是你。你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先？这不你的照片在这儿。他已经坐下来准备如实交代了，现在开摆了已经。不要再用那个眼神看着我们了。不好意思各位，其实我才是这个直播基地的老板。才是这个直播基地的老板。老板，你就是那个大老板。没错，万万没想到。这个谈钱呢，只是我雇的一个执行者而已。这所有的一切的一切，所有的杀戮直播也好，所有的糖果也好，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。是不是有人在整我？这是一个直播工厂。杀戮直播。我之所以每天都到这个里面去检查摄像头，就是想要亲手做这件事，我才有快感。你是人吗？你杀人，所以你一直在杀人啊！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在这个直播，一直杀戮直播，杀了无数人了，已经，对吗？对啊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只有一个问题：小青蛙是你杀的吗？有一天，谭乾跟我说老板，我们这直播突然出现了一个意外，然后呢，他已经处理好了，告我不用担心。你说他女儿掉下来这事儿是吧？没错，因为我不负责来实行操作，他只跟我汇报工作就可以。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。那你跟这个安文哲是什么关系？我跟他不认识，就前一天谭乾他给我发消息，他说老板有人要到我们公司来检查。我心想说那检查就检查呗，但是我们的秘密不能泄露出去啊。然后呢，我叫谭乾陪着他，所以这个安文哲就是昨天来检查的人嘛。但是呢，突然昨天谭乾死了，突然安文哲来了，说我要接管这个公司，我当时就懵了。从今天起，这个推田食品厂就由我接手，也就是说，我是你们的老板。我想说，我才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啊，他凭什么要接手？所以呢，我在半夜的时候就去到了他的房间，他的办公室，去到他的那个密室里，我看到了这张
手机上的消息，他有时间12点38分。有一个他雇佣的黑客说谭钱的这个账户已经解开了。对，但是关于我的账户他还没有解开。啊，他这里写的是，虽然老板的账户还是破解不了，但是老板本人马上就能解决了。啊，是想解决掉你？他想干掉你。他知道你是老板，他知道你是谁。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是他来抢了我的公司，这是我的地方呀，他凭什么，对吧？所以你想杀了他？没错，我承认我要杀他。所以你的杀人动机就是因为你知道了他想要接管你的公司，你就想把他杀掉，以及他马上要揭露你的身份了。没错。你看看你拿着那个手机那个笑容，下一秒就要拔刀了，你这杀人动机比他还强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你最可恶的是啥？你大半夜的还换了套衣服，和大型的风缝。最可恶。哎，等一下，小黑客已成功接管直播后台。全是监控的地方，这些人怎么都没死？他们好像同时画面，原来宁灯泡是幕后老板啊！还是要感谢宁灯泡杀戮直播给我带来了不少乐子，嘎嘎嘎！表面上是小电工，实际是大 boss。好带感的人设，我去开盒了宁灯泡。哦，宁灯泡杀人的明明是你们！垃圾小人滚！他觉得观众才是杀人的人是吗？他被线下 anti 了，然后他发了一条微博说杀人的明明是你们。在卫生间。什么？这什么公共卫生间？你为什么把我们家门口？我的家是公共卫生间是吗？我住在厕所里。你看你那个抽纸，那抽纸那块儿，那不是纸篓，那也不是纸抽，那个是我家门口的邮箱。我以为是厕所。我以为是厕所那个。上公共卫生间骂我是一坨屎。是这样的，朋友们，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杀戮直播呢？因为我恨所有的人类。人类？哦，你恨人类？我恨你们所有人类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是经常被霸凌的一个小孩儿。然后呢，我唯一的一个朋友呢是一只小流浪狗，它叫汪汪，一直陪着我。有一次我被我同学霸凌的时候，他们打我，他们抽我嘴巴的时候，这个小流浪狗跑出来，它来救了我，它挡在我前面，然后就是咬了其中一个人，也救了我一命。我就仓皇的跑回家了。然后第二天我去找那个小狗呢，就没找到。在第3天晚上的时候，我在我家附近的垃圾桶里发现这个小狗已经被……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然后呢，我就很想念他，我就很怀念他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就努力上学，然后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，我要创造一只永生的汪汪。AI 狗。对，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呢，我成功了，我创造出来的这个 AI 电子狗，并且我也获得了很多的钱嘛，因为我可以有这个发明创造了嘛，然后又卖出去好多。其实这个汪汪我设计它的初衷是想陪伴每一个孤独的人类嘛。我给它设定了一个程序，是让它积极的与人进行互动。这个狗呢，它就是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。你人类喜欢听什么，我就跟你说什么；你喜欢看什么暴力的那种血腥的东西，我就给予你这种的回馈。然后呢，突然有一天，我们这个使用这个小狗的一个用户呢，就自杀了。所有人就站起来了，说：“你这个狗就是一个杀人机器。”然后呢，站在道德制高点说这个机器狗是错的，制造它是错的。
所以你反过来想杀掉人，你要把这些恶回馈给我。没错，所以我把我所有做 AI 赚到的钱，我买了一个公司，要做杀戮直播。那你杀掉他们就行了，为什么要杀我们呢？你们都在我眼里是一样的。那现在呢？有所改观吗？这很难评。万万没想到。等一下，这还有东西啊，7个字母，左3右4。哎，鼠标还在动。安文哲有英文名叫 Avenger， 复仇者。你们可以叫我安。AVENGER， 打开了。受害者名单，死者白云。哦，这是那个限量直播间的黑土时代6个人。哦，该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白云。大家好，白云。这也是黑土，全都死了。这是你设计的？这都是你安排的？对，你太残忍了，你也太血腥了吧，有点。你知道人和机器的区别是什么吗？机器接收到恶，回馈的是恶，但你是人，你接收到恶，你应该回馈善和爱和真和美，你去唤醒大家。没错，我觉得人不如机器啊。好，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人和机器的区别。抡起来打，打醒他。你只是家门口被写几个字而已。这些人呢，做错了什么？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你在那里被关得冒烟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急得要命，我们要去救你，我们拼命的救你，因为你有朋友，你还有善良的人。这些人呢？但是你自愿，也可以不救我呀。好，出了这个门，你和我就是陌生人。但是这些人的那个死因下面都应该是安文哲自己写的。不血深仇不却步。这下面的笔记不一样，对，每个人的都不一样。是不是他们的家人写的，或者跟他们有关的人写的？这还有这个手机。不是这个安文哲手机也太多了吧？每张手机都他自己自拍。老板手机多点不行吗？打开了，快，我们破案，快！安文哲他是假扮众筹的500万进来的，然后他就是为了捣毁这个基地。只有焚烧真凶的罪恶，才能照亮受害者的灵魂。你们一定要找到凶手，让这个人也被绳之以法。他把我们6个人安排在那个地方，是想采集我们的声纹，就是声音的特征，声纹来确定我们其中的老板是谁。每人按照拼音读法完整念出以下内容：啪啪啪啪，跳跳啪啪啪。每个人读，每人读一遍。跳啪。就是我们误会了他，其实他不是想杀我们的，对，他只是想找到老板。对，结果他在小黑客发现他是老板之前就被其中的一个人给杀了，然后小黑客最后发现了，他说明灯泡背后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更加神秘，查不到任何信息。明灯泡背后还有一个人，那这个人不是显而易见？因为只有一个人的故事没说了。我真没故事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我进来想为了维持生计要去打游戏。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，叽叽喳喳的没完了，听我说。对不起。这个神秘人呢，其实是我的幕后老板。
其实呢，这个杀戮直播只是我的一个想法，但是我很难实行它。不知道这个神秘人是如何知道我有这个想要做一个杀戮直播的想法，他就找到了我，给我投了500万。哦。包括他还帮我实现了一项东西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每一次杀戮直播都会死人嘛，最后的尸体帮你处理。没错。清道夫。那个人帮他善后。第6场杀戮直播间已结束，管理员可通过传送舱返回工厂。走吧。线索都放箱里了。天哪！接下来将进入 X 确认环节。你们怎么这样子啊？啥意思啊？看你是不是 X 啊？挺酷的，我也在这等着。清白2字写在我的脸上。我不想看了，我不想看了，就看到这儿够了吗？看不下去了。为何？你笑啥？你笑啥呀？笑啥呀？我看他好笑，我看他好笑。他觉得你好笑。你们都笑我，偏偏我最可笑。没办法，我看了就想笑。好了，别开玩笑了。发生了这么多起命案，还在说说笑笑。灵针起手，太吓人了！说笑话最多人就是你，就把他绑起来出戏吗？都给我坐好！我说得下了吧？好怪啊！他们2个人什么？捧场吧，捧场。我们好像在寄宿学校被老师吃完饭批评。我希望每一个人的表达都有主谓宾，谁什么要干嘛。我害怕他杀我。你怎么知道他要杀你呢？我就是觉得那4种死法是他想要杀我的方式，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劲。可是那个漫画卡片有我们4个人，我们4个人都活得好好的，你凭什么会觉得这个漫画卡片一定他就会？因为我在发现的时候，我只解开了我自己的，我只解开了我自己的。牵强都开始跳舞了。看到了。我要发表意见，可以吗？啊，请说。好的，哪怕他是凶手。不要再这样假设了，好吗？我都不忍心投他，为什么？我还记得刚才的时候，在泳池那个环节，我要逃脱的时候，我说你先上去，弟弟。他说不，哥，你骑我背上，你先上。我驮你吧，没事，来，我试一下，可以。他就当时那一下让我就瞬间感动到不行，所以在我心里，我对他就是一个，那这样，那这样这一局咱们就全投你。我不是可恶的人，为什么？还没到你这一趴动机，坐下。好，来，你说。我的杀人动机非常简单直接，就是要杀了他，为我的女儿报仇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你起立。你把我们这些无知的人骗到你来上班，你帮这个直播公司招兵买马，你是我手下，还有你。我怎么了？你往群里发链接去给我们打广告，你为了领取那么2个3块5毛的破皮肤，3块5毛钱的皮肤，你就是害了这么多人。还有你，竟然是幕后庄家，你就利用人的贪婪，利用人的投机心理去做了这么多坏事。没有你建设这样的平台，没有人会家破人亡，没有人会家里好多钱为了赌你这个东西已经输得倾家荡产了，已经插不进去话。我一会儿就会被拉走，至于这是我一会儿的结局。但此时此刻，我们都不是什么好人，所以你们已经没有一个是好人，不要来指责我。所以该死的是我们。我只是做了一个杀戮直播，
但真正指使我们去做什么的是那些观众刷钱的那些人。他把锅全都甩给了观众。我只是放了一把枪在这儿，你要不要拿这个枪杀人？难道是这个枪有问题吗？枪有问题，枪就违法了。OK， 刀，这是一把刀，管制刀具还是什么？就是家里切菜的菜刀放在这儿。如果弹幕观众说你拿刀把它解开放走，没错，也就放走了。对，不，你公司有放走的人吗？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，因为就是人性的恶就在这儿。但是。没有人可以持刀持械上马路，没错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没错，你生产的这个东西却不为它制定规则。有规则，什么规则？就是不允许上马路，所以搞了一个这个直播公司。好，我只有一个问题，你这么痛恨人类，没错。为什么你不自杀？你把一帮人骗到这里边来做直播，你明明知道直播是什么样。我那会儿不知道这是直播工厂，我那会儿只知道这是推田食品厂。我们不知情。我们3个跟你的区别就是我们都是被动的。你组局你是被动的，我是为了帮助工人们发财。你也是为了挣钱，你不是为了发财。我刚才已经自首了，我说我就是这个背后的老板。不，自首，我一会儿就会被拉走。好了，就是。好，还没到狗咬人，人咬狗，人咬人，狗咬狗的阶段呢。啊，不止不如狗，狗才是最善良的，我们人类才。好，的确，你们都存在杀机。2年前我在搬砖，从我旁边脚手架上掉下来一个女的，就是小青蛙。昨天我们去直播间看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桌子上放了这么一个兔子，这个兔子是那个小青蛙女孩的。发现了安文哲，他在找这个小姑娘，我害怕这安文哲是来杀我的。我怕还是进不了那个电竞俱乐部。趁着没人的时候，我偷溜进他的房间，发现了这个笔记本。安文哲安排的你们4个人的死法，我就以为他就要把我圈在这里，把我屠宰掉。我是青蛙爸爸，我是青蛙爸爸。小青蛙是我的女儿，我认为她杀了我的女儿。其实我才是这个直播基地的老板，这个推田食品厂就由我接手。他来抢了我的公司的，这是我的地方呀。好，我们先搜证，还有很多线索并没有被发现，比如说通向2楼的后门区域。你说就是这个地方是吧？对对对。我们得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。都是忘恩负义的人，都是踩在我的肩膀上，获得了自己的生命。刚才那几把都是他把我们救出来的，故意博取我们的好感，杀手啊！你可以这样理解，我也可以这样理解为你为忘恩负义。哦，可以，没问题，忘恩负义没有问题。哎，这什么？哦，一把刀。哦，这不绑我们的绳子吗？哎，是。绳子是你绑的我们，你来过这里啊？我就去看我们的那个车厅大门，还有这个工厂的后门。是不是有你一个人来过这儿？哎，我来过这儿。你为什么来？晚上我就偷偷的回到2楼。我去2楼的时候，我经过这儿了。啊，那对，那就也算他一个好了。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。什么？就是这个新风系统。新风系统开启后可以进行全工厂空气循环，从这儿下药，在这儿如果下了迷药，可以把整个工厂的人全都迷晕。哦，你把那个里边扣一下，拿。朋友们，看，哎，迷庸了，对，迷庸了。滤芯里面有个迷庸了。哎，朋友们，安全火柴点的，那个黑色胶带是什么东西呢？不懂啊。这里面写着
超强粘力，杀人手法，会不会是那个安文哲他点的这个，他想给我们弄的，不是凶手本人过来的？那就是有一个问题了。这一切如果是安文哲做的话，那个凶手一定得知道安文哲这个计划。没错。要不我们上去看看呢？好。那还有啥？再看看。就我觉得还是得再仔细找找。你什么身份就要找？对啊，你什么身份啊？我是一个公民的身份。这些都是你们早上翻那个东西。哎，绳子这怎么会有绳子？哎，有个遥控。哎，哎，这不是1楼他办公室里的那个吗？来，拿出来，都拿出来。这里有东西，等一下。哦。强效喷雾，失眠患者这个无色液体。别人写的这个叫做它强效睡眠喷雾。那个人把这些上一案的工具利用了。对。聪明。聪明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杀手确实聪明。为什么他需要用到这个东西？他一定是有障碍，他的作案路线上面，所以他需要用到这个解决掉一个障碍。那他的障碍只有安文哲呀。对。哎，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你说。这个姓安的为什么要上来拉闸？是的，为什么要拉闸？这是1楼的电闸。我们要不就去1楼看看，现在去那个大厂里边看一下，还有什么东西。走。这个按不动这儿了呀，问题是。哎，你看起来比昨天聪明太多了。你昨天看起来。昨天不是凶手吗？你在装傻对不对？你今天看起来好像机灵了10倍。哎，我们今天早上是什么时候醒来的？几点钟？8点醒了。那个迷药是几个小时？还是6个小时？6个小时。所以有可能2点我们闻到了迷药。接下来就是时间线的问题了。来，我应该是第一个，15到30。几点？15到30。12点。26号凌晨。你去了他办公室。对。然后你几点去后门查看了呢？20的时候。12点20的时候。你看，我在15到30这个期间，我花了5分钟时间在他办公室，又花了10分钟时间来这个前门看，来那个后门看。后面你就一直待在房间里，没有出去过？没错，没有再出来过。OK， 好的，你的时间很清楚。你呢？您？12点35的时候就去了老板办公室，搜了一遍，什么也找不到。然后呢，就在38分的时候呢，发现他手机来了个消息嘛。谁的手机？安文哲的手机弹出一条消息，就说小黑客发给他的嘛。然后我照完之后，我就想说，原来他想夺我的这个财产，好，我要回去想想怎么杀了他。于是呢，我就在38分看完那个消息，拍完照之后，40回到我的配件间里。12点40。对，12点40。哦，你的杀机又重，出现的又早。12点15分的时候，我在宿舍呢，当时一直在宿舍，知青也在宿舍，我看到他出去了，然后15分钟之后回来了，就跟他的时间是吻合的。对。然后12点45分的时候，我准备去那个直播间看看。那12点15到45之间，你一直在寝室？对，一直在寝室。然后我就从宿舍通过这个办公室，到了密室，按那个电梯，我去了直播间。然后当时正好是45分嘛，看到他把主播遣散了。哦，你看见了。我就拿到了主播旁边那个兔子，当时我就很害怕，我说这兔子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想找到那个直播人员是谁拿到这兔子了，我就又回到了办公室，我想找那个直播人员的名单，但没找到。然后在密室里发现了那个箱子里那张半张纸，就是那个血海深仇那个。当时我就害怕，我说这个是不是回来寻仇的？一直在害怕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几点回的寝室害怕呢？45分是上去的，55分我就回到宿舍了。我当时就一直10分钟来回就10分钟，你的时间是吧？对啊，55分我就回到宿舍，然后特别害怕，然后1点15分的时候我就从宿舍出来，我在走廊上。1点15分又出来？对，1点15分出来，走廊上打电话给我老师傅了。这是我说的那个电话。没错，这是我的时间线。那这个把你排得很干净，因为你如果1点15分才发现你的杀机，到2点，他就要点那个香把我们迷晕了嘛。对啊，你来不及准备。
凭什么来不及？没有凭什么，只是我这么推测，你可以。这么推测就不对。好的，下一个那个白说自己的时间线。我1点钟去了2楼。1点钟去的2楼。1点钟。你去2楼的动机是什么来着？就是想吃完饭想遛弯。这个动机就突然去了2楼，因为咱们之前去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青蛙爸爸，因为我知道青蛙爸爸是我自己，我有那么多摄像头，有那么多人，我不敢当时表现，所以我要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悄悄摸摸的走上去，然后去查看一番。明白。1点09，拿着玩偶回到了我房间，然后呢，玩偶里边就发现那个手机链什么，就确定这是我的了嘛。然后我说这必有诈，然后我就要去办公室里边再去看看。几点去的办公室？1点10分就去了办公室，然后就发现了关键性交给你。这个老板他就是杀了我女儿的人，所以我一定要干掉他。所以你的杀机也是在1点10分才出现啊，那就不存在什么这么晚发现杀机，不可能，因为你们都是很晚。对。很多人凌晨的时候看这时间线都在工厂大厅行动过，所以肯定留下了点什么。对，哎，那我们再来找一找看，他们还留下了什么？是谁？是谁留下的东西没有被发现？啥也没有啊！哎呦，有个鞋带。啊！你好厉害，是都有吗？真的假的？这是绿萝的种植方法吧？都有鞋带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录音笔。这么大个东西。厉害。长按开机。喂，我少了些东西，好像是有人发现了什么。还是如期进行。现在工厂里只剩他们6个，我2点用草本迷药迷晕他们。2点。用打包绳绑到2楼。我到时候会提前吃一片芦荟叶，防止自己被迷晕。无论如何，都要进行杀人的直播。这通电话里面对凶手来说最有用的信息是芦荟。看一下哪个芦荟被切过？有切过，掉过一段。很明显就是凶手听到这个东西，知道了计划，知道芦荟叶可以防止晕，含一片在嘴里边，对，就在床上装晕了。然后他布置好了那个现场，他就跟着被绑上去了。然后我们醒来的时候，他也是假装醒过来的，其实没有晕。但是你有个什么问题？那个喷的用来干嘛呢？对，我也不知道。没有别的线索了吗？后门和现场我们还得再看一看。对。这门能打开吗？开不开？开不开？锁的，我们出不去啊。有没有紫色的地方？因为那个东西如果喷了，它会残留紫色的东西。这儿，在那儿，这个地方有紫色呀。这不是紫色吗？我真的，哎，同城旅行也是紫色啊。是啊。看看上面。易燃，啥也没有啊。易燃什么意思？装的是不是安全火柴啊？安全火柴易燃。哦，这绳子是能被点着的呀。哦。所以呢？想一下。少了，就擦火柴的那个。哦，那个被撕掉了。
那个火柴盒里还有那个摩擦那个纸。对，10支一盒嘛，这是9支，也就是凶手拿了一根火柴，把这个盒撕了。机关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有可能是他把他，比如说这样的话，我们刚说他提前把那个喷晕了，放在那儿就 OK 了，他把它绑在那里嘛。哦，电的时候。那这个黑胶圈还没有，超强粘力不知道是干嘛的。OK， 那肯定是一个装置嘛，咱们上去找找嘛。好，是这意思不？对，应该是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看他手腕有被绑的痕迹吗？手腕没有啥被绑的痕迹。哎，怎么了？扳手上面有烧焦的纤维的痕迹。哦。绳子绑在上边。哦。那绳子怎么烧呢？想想，他如果绳子一烧就跳闸是吗？不，我看一眼这是 B-box 啊，干嘛来一段 B-box 啊？不，这个绳子绑这儿一定是怕下来的作用，是开的作用。开的那一刻，我们里边不是啪啪，那个时候是刚才他拉下来那一刻的作用。他做什么能够拉下来之后，然后他又能被烧？喷雾它的作用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说，我们出门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只看到了那个门在动。对。哎，那怎么了？有人在敲门。它其实是这个尸体，它被电的时候它在动嘛，说明那时候尸体是活的。我们一直有一个误区是，它在动的时候是它刚刚上来。其实如果可以把这个给去掉，对呀，他一直在这儿，他一直在这儿，他是被迷晕了。他在这儿的时候没有死。我们刚刚踏出来的时候，他这个电闸啪一开，就是被迷晕了，他被电了，他也会动。那就是那个喷雾就是给他喷晕嘛，让他在这睡了一晚上，然后就造成了是他自己来开闸，然后不小心误触电死亡的一个假象。但我们的1楼的电源开关用来干嘛？你再看看。我觉得可以看看，检查一下那个门把手有吗？没有。这儿，不是摩擦，纤维烧焦的痕迹。哦。绳子固定在这儿。你们绑一下，还原一下。等一下啊，来，你绑在那儿，那就是这个，那是第1处，这是第2处是吧？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短了，对不起，因为我觉得它有可能延伸到更下面的地方。它延伸到1楼，所以控制1楼的开关。哦，有可能是那个传送带，也有可能。为什么是传送带？因为它一摁开关，那传送带开始运作，就可以把绳子拉动，这个电闸就会下来。所以那个电源开关是用来启动这个时间装置下面。哦，因为它垂到下面了嘛，对吧？有可能直接是垂到最下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下面那一头的绳子一定是用强力胶粘住的。哦，哎，传送带是可以的。强力胶，我觉得真的是传送带哎。哎，带力胶！是，是，就是这个，就这。哦，牛！太牛了！但是现在那个绳子是通过什么手法消失的？它怎么引着的？这个火柴和那个擦炮那个东西，我们没有找到，现在对，没有破解它。
一定是着火了。早上案发时候出门的时候是有烧焦味道的，当初我以为是触电的味道。哦，有烧焦的味道，有的，你的鼻子都闻到，我们都没闻到。绝对有。打个比方，那个地方一烧着，它就这个绳子就顺着传送带往下走了嘛。对，那就是不是在那边有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在这儿，哦，在这儿，什么？哦，哦，在这儿，啥呀？大哥，他把它贴在这里了。啊，摩擦火柴啊，他把这个贴在这个上面，火柴这样。然后这个东西，对，对，走过的时候起火。这是天才吗？这个人这么聪明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他是天才，我最好他现在就出来认这个天才这个名讳。我认啊！我觉得是我干的这事。不，我认这种事情。我认这种事情。行了，破案了，破案了，破案过程破案了，没问题，非常好。一定是这样的。就还原了这个案发现场，然后呢是谁干的呢？我已经锁了。你锁谁啊？至于我锁谁，我现在还不想透露。回前厅吧，回前厅吧。还原一下杀人手法吧。首先我们发现了一个喷雾，对，然后发现了一个1楼总店，然后在那个密室里面发现了很多绳子、火柴、胶带，其实都是凶手作案的工具。然后凶手呢，肯定是听到了这个录音。现在工厂里只剩他们6个，我2点用草本迷药迷晕他们。知道了被害人的一些计划，他想利用这个计划来杀掉被害人，但同时也让他自己存在在被绑的那个直播间里面做一个不在场证明。所以他首先把被害人给迷晕了，放到电闸的旁边，制造了一个意外死亡被电死的现场，然后他用绳子把那个电闸给捆上，拉到了楼下，贴到了传送带上面，然后把火柴贴到传送带旁边。在我们醒的那一刻，利用1楼的电源开关开电，绳子被传送带的力给拉下去，关了电闸，同时绳子自燃。然后同时被害人当即被触电，他开始发生抽搐，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睁开眼看到那一幕，一边抽搐一边有火柴燃烧的味道，制造了这么一个假象。是的，非常不错，我觉得这个能推出来真的很厉害。警探，我现在有一个方法，直接锁凶。那个遥控器，对吧？是车指纹，你不要告诉我。没事，继续。好，开个玩笑。但的确是那个遥控器，昨天还是没有电池的，今天就有电了。谁是玩弄电的人呢？配电接。可以啊。但是这个东西它不就是无非就是有电池和没电池的原理吗？也不一定非得是一个玩电大师才能明白的东西吧。但这个电池的型号很特殊哦，不是普通人就能买到的型号。我觉得那个电，我们都出不去，被锁在这儿。不是，还有一个问题是，这个东西只有你有这个电死的。哎，你不要吧。可以，OK， 好，可以，我等着你，我就等着你呢，来。让你久等了，就是只有你有这个电死别人的这个叫什么呀？这个还有吊死，满足了那个线和那个电，对，电和线都满足了，再加上你有知道他要找到你。而且你也符合第3点噎死，因为他刚刚这么说的时候，你一时间好，你非常符合这3个字。这个是很离谱的一件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他说了这个文字叫做亲手安装了所有摄像头，但是目前查到其期间间接，听到没有？间接不是我做的，就是因为我装了摄像头，间接导致了这些人被电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装了摄像头而已。因为这个去定他，我觉得有点离谱。没有说是要定，我就想听一听。只是说有这个东西在，不然它存在也没有意义。
加重了一层嫌疑。你是这里的 boss， 这里东西都是你设计的，所以你更容易像是会听到这通电话的人。比较满足作案条件的一个人，反正是。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时间就是1点半。啊，对，1点30，他是在打这个电话吧？对，所以这个凶手这个此时此刻一定是在这个人身边或者他周围。这不一定哦，这不一定。这跟录音笔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一个前置条件。对。所以这个录音笔应该是他提前放到那儿，凶手一定是第2次回去了。那个录音笔就是我们凶手录的，一定有一个人回到那个房间才能录到这个东西。没错，重点是谁会2次返回？每个人不都会吗？不是4个人都会啊，不是4个人都会啊。按照我们的时间推理，他15分到30分游走了一圈回去，拿了个电脑。他的初衷是啥？初衷是要逃出去。他为什么要2次返回？他看到那些卡牌了，他以为那个姓安的要杀他了。对，一个正常人，一个人要杀我，我还要去找他。安安静静看完了那个卡片之后，就再也没出过宿舍。他是这样的逻辑。OK， 所以他没有理由2次返回，他跟我是一样的。哎。你为什么没有理由2次返回？因为我15分打了电话，老师傅那边得知他要追杀我，我才确定这个人就是那个姓安的要来杀我。我当时那种心理，我怎么可能2次返回去迎头撞他呢？就是害怕，我就是害怕，那就蹲在宿舍里害怕。对啊，我实话实说，我就是害怕。那他会不会来宿舍里直接干掉你呢？那我也不会主动去找他呀。我觉得贺说的有道理，是从杀鸡出发，到底他是要躲着安文哲，还是要追杀安文哲？那你要是这样，我就是要杀他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按照动机来说，是锁在你们2个人中间，你和您。你说排掉我们2个，但是锁他们2个，但我觉得宁哥嫌疑很小。你不要认为你保了我，我就会保你哦。不是你听我讲，你先听他讲，先听他讲。他如果听到了1点30分那个录音，他一定会知道一个信息，就是说这个姓安的要把我们送进杀戮。不管这安死不死，只要我进了这个杀戮，我的身份一定会被识破。那他的目的不就是保住自己的身份吗？那他不仅要把安杀了，他还得让自己不进入杀戮。但是他今天进了，所以他对这一切都是不知情的。他说的对，他绝对是没有听过1点30分那个录音的。对，他不会让自己去进入杀戮的直播。是的，他的身份是不能被识破的。说的对，你们要这么排，就只能是我了呀。的确，按照就这一条线啊，就是从杀鸡来看，那只能是我了，哥。真的是只能是他。首先，刚才是你觉得我的嫌疑更重嘛，对吧？对，这么排只能是你觉得我的嫌疑？来，你再说说你觉得谁的嫌疑更重？他是因为刚才他们说你有可能就是他说的那个，就如果说我现在还一口咬定你，那不就很奇怪吗？对不对？你觉得他的嫌疑更大，对不对？要立马说出来一个第一怀疑的人的话。OK， 好，我认为你是 X。你今天你指责过我和他，但我认为他是安全的。他第一个指责了我，然后我撇清之后，他再指责他，然后在我心里他俩的嫌疑他更大，所以我就认为你是 X。哦，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懂了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对。我不知道我这里记得对不对啊？确实，在你们自己的口供里面，就唯一有过2次行动轨迹的就只有白。我1点钟去了2楼，1点09拿着玩偶回到了我房间，玩偶里边就发现那个手机链什么的，确定这是我的了嘛。然后我就要去办公室里边再去看看，1点10分就去了办公室。没有啊，他也有啊，他在1点14的时候出门了。你出门干嘛了？
打电话给老师傅。特别害怕，然后1点15分的时候我就从宿舍出来，我在走廊上，走廊上打电话给我老师傅了，我在走廊。白的2次这个行动都是为了去调查这个人，第一次是2楼看直播间，第2次是直接去到办公室，有很明确的调查意图。对，调查意图，这2个人嘛。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啊，就是这个凶手他一定是2次回到现场。对 ，OK， 我们从动机的角度来说，我不会回到现场。如果我回到现场，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他要杀我了。那你就杀他了。我就杀他了，所以我绝对不会2次回到现场。所以有一个逻辑是这样的：你2次回去，你要不要杀了他？我就干他了。没错，通过你2次回到现场的一个动机的话，他已经消失了。你在帮他排清？没错，他已经清了。啊，他不是凶手，我能感受到他不是凶手。未必。我们2次回去一定要是杀他，因为我知道我回去也要杀他，他也回去要杀他，所以就在你们2人之间，你一定会2次回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打了个电话。那个电话里那个师傅，我说最后一遍，我打了个电话。那电话里说什么？我是意识到安是要来杀我的。那电话里的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老师傅，有没有看见一个人来工地上找我？然后那个老师傅说有，一个鼻梁上左边有痣的人，就是安文哲的长相。我就意识到那是安文哲来调查我，他知道了我当时那个女孩掉下来的时候我在旁边，他要杀我，他可能来报仇，所以我怎么可能迈得出这个步子到外面来2次行动呢？你刚才说的是左边鼻子有痣，你是不是要回去确认一下他左边鼻子是否有痣这件事儿？好，我们再可以去往前想一想，8点的时候案发的时候醒来的顺序。你先醒，我先醒。你凶手装晕了，我怎么会先醒？我一定会等第1个人醒了之后，我才会醒过来。所以是第2个人醒。我是第2个醒的吧？谁先醒这个东西是没用的。我是凶手，我可以先醒，叫醒大家也可以；我是凶手，我装作最后一个醒也可以，这不是一个理由。有道理。现在其实我们3都不干净，最干净的是他。谁是凶手？你觉得？我本身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凶手，白肯定不是嘛，我能感觉到他不是凶手。就在我心里，你们2人是嫌疑最大的，所以我开始的时候，我认为他的动机最强。刚才的游戏也好，他是最先逃出去的，所以就在你们2人之间。行，那我们就准备去投票吧。我怀疑的凶手其实就是他会存在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他要2次返回现场，所以这一票投给贺。 2次回到办公室去听到那个录音的人，我觉得只有他。作案过程就是将计就计，真凶人选是。我觉得他就是为女报仇。我投的真凶是白汉子。锁凶的范围放在了2个人身上，一个是白汉子，一个是贺泥巴。真凶人选锁定的是。 我是8分糖，我选择。今晚我力保他，今晚你力保他，到底谁是大傻瓜？好，到底谁丢脸？我保他，你保他，到底谁是大傻瓜？最后是柯安看，咱们都去看一看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。藏在微信里的同场旅行，硬核低价藏不住。接下来进入同场旅行真相揭秘时刻。 我真的紧张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不要紧张。今天的案件中，嫌疑人有白汉子、贺泥巴、柯安看、宁灯泡，其中有2个人获得票数。就是白跟贺嘛，就我啊，是吧？
对啊，只有咱俩了呀。说实话，老姜，你今天要是凶手，你发挥的也很不错。我很纯。他今天玩的挺好的，他今天玩的太好了。我投的贺。小 X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你真投他呀？看着吧，你看着。好。现在又什么东西啊？他投了贺啊！你为什么要投贺？你没投贺吗？我投了贺啊。对啊，那你不应该开心吗？他跟你票一样啊。哎，对啊。不是，但是在我心里他是 X， 他是 X 啊。X 为什么要投贺？他们俩，你怎么还觉得我是凶手？哎呦我的妈呀，我的天哪！难道你不是凶手？我当然不是。咱等最后宣布了再看，好吧？哦。获得票数的就是白汉子和贺泥巴，他们获得的票数是不是吧，兄弟们？分别是3票。我今天投的真凶是白汉子。白汉子。真凶人选锁定的是白汉子。真凶人选是贺泥巴，这一票投给贺。我选择贺泥巴。分别是3票。什么？分别是3票。平票。那咱们赢了，咱们赢了。平票，好人赢了。平票就是好人赢。在平票的情况下，凶手输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我是好耶。你耶什么？好人赢了，我是好人，我就知道我赢了呀。平票的情况下，投对的玩家获得金钥匙。啊？什么玩家？投对的玩家。哦，那这个机制是对的，还不能躺赢啊！你说不定投对了呢。对，我说不定，万一呢？反正现在5-5开嘛，对不对？无所谓。你今天不是 X 啊？哦，你是 X， 那你投他？他是 X 啊？你。我现在讲，哎呦我天！老白，要不我这个他傻瓜，我真的是傻瓜了。接下来即将公布真凶人选，真凶就是真凶就是白汉子。Yes！ 哈哈哈！我就知道是你。我跟你说吧。幸好，哎，你真的，你差点把我带走了。今天我现在有点想哭。你今天差点把我带走。我现在有点想哭。你最后那段把他保的呀，我都觉得你是推探里的 X 了，我才知道你是嫌。等一下，我突然不认识这个人了，我一回去给他微信拉黑。我觉得我是傻瓜。你也不行啊，你啊。对啊，我是不行啊。抱歉，让你说了，抱歉。接下来，我们请白汉子公布本期是否有 X， 并且 X 是谁？哎，是八姐吗？是她吧？来吧，你还在这。没有，不是，八姐。你们两个真的二搭呀！今天是我就是为了让大家觉得不可能，完全没往那里猜，玩点这种小聪明，但是完全好像没啥用，没啥用。OK 了，家人们，非常圆满这一期。哈哈，恭喜鸭哥，你也是赢了，但是你没钥匙。不是啊，银灯泡，私下里在那儿都会跟我说，
你今天太暴赫了，你不要因为你跟他私底下关系好，就是知道白哥他今天这个状态，觉得我懂他。我们让宁灯泡发表一下感言。今天我觉得是这样的，他上次相信了我，被我骗了。今天我从头到尾的相信他，还一下是吧？对，还一下。OK。你真的从头到尾的相信？从头到尾相信他，因为他今天太正常了，太松弛了。今天获得金钥匙的玩家有柯安看、贺泥巴以及金汤勺，谢谢，恭喜3位。由于贺泥巴在本案之前使用了抢你低卡，什么卡？抢你低卡，指定一个人可以把他当期的金钥匙抢过来。他指定了一个人抢夺他的金钥匙。他抢夺的人是8分糖。你好聪明、保一下，万一他赢了呢？他今天没有钥匙嘛，所以你白抢了。对，如果我输了，他赢了，那还是他的。他怎么都能拿到，怎么能拿到吧？对啊。我第2名还行，第2名。哦，他这2天都选错人啊，连这2天。哎，等一下，起雾了。哎，他眼睛出来了。哎，40小时过去了，你们还记得自己是谁吗？是谁？我是金汤勺啊。我是宁灯泡。我是8分糖。哎，我想起来了。我们不是金汤勺，你不是8分糖，我们去团建的，你忘记了？那你是谁啊？哦，他是金靖啊！对呀。和你说金鱼，开杯3，我们来啦！你们是白宇、迪丽热巴、金靖、刘宇宁、张凌赫、周柯宇。你们之前在团建，但其实你们是带着任务团建的。你们的任务是要找到个极其危险的人，并抓捕他。但是第一次你们任务失败了，发生了爆炸。我其实已经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，就是之前你们找到的那张地图，上面的几个地点是这个人曾经出现过的地方。这个推田食品厂就是其中之一。我让你们在推田食品厂的6个工人身上重生，来调查这个地方跟神秘人之间的关联。但是我的能力有限，你们重生的40个小时之内，你们还是会失去记忆，完全同化身体的记忆和本能，直到40个小时后才能解锁自己的记忆，我也才能出现跟你们联系。神秘人，他一手制造了这个杀人直播。这个神秘人呢，其实是我的幕后老板。就每一次杀戮直播都会死人嘛，最后的尸体帮你处理。没错，说不定神秘人现在就在这个区域里边看着我。是的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这双眼睛。不是他。哎呀，忘记说了，这几个地方都被安装了炸弹。虽然在40个小时内你们没有记忆，但是我相信，凭借你们的聪明才智，一定可以看出有问题的地方。如果能够在40个小时后回忆出这些奇怪的地方，并且拆弹阻止爆炸，你们能救下不少人。其实我们这次的这个案件呢，我觉得
更多的是想告诉大家，不要以为自己没有按下那个按钮就跟你没关系。其实你站在旁边观看、起哄、参与，哪怕你不是最后按那个按钮的人，其实你也是有责的。今天其实也给我很大的警示，因为是我导致了一些人损失了很大的钱财，还投入到了这么一个比较不健康的直播当中。所以在现实生活中，我觉得一定要去学会甄别自己的行为到底会带来什么后果。比如，在故事里，我扮演的角色柯安看，就无意中成为了非法直播链接的搬运者，间接性的成为了非法直播犯罪的帮凶。虽然柯安看是无意的，但是却在无形中助长了罪恶。我觉得就很像那句话吧，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就是有的时候你的一个举动，或者说你贪图私欲的一些想法，可能会危害他人的，大了说就是性命吧。所以我觉得不要觉得自己做的只是一件小事，但是它可能会像蝴蝶效应一样，可能会波及到更多人的生命，更多人的安全。我们作为好人，千万不要被恶给吞噬。就像本片中的宁灯泡，他自己本来是一个好人，他发明创造，可是呢，他也被黑暗吞噬了。我觉得有很多东西，就一处像光明的太阳，我们被温暖；一处像黑暗的黑洞，我们被吸进去。我们永远不要成为被吸进去的那个人。当然，也想跟宁灯泡说一声啊，其实很多人都会遭受一些不好的遭遇什么的，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一种正向的一个东西来回馈这个世界吧，而不是说泼来了脏水烧开了泼回去，那你就跟这些泼脏水的人成为一种人了。就是人最可怕的就是自己变成自己讨厌的那个人了，所以希望还是要心中充满爱啊。新奇直播的话呢，能够吸引眼球，得到流量和关注。但是我们说这也是个双刃剑，有一些新奇主播，他只要不违法违规的话，那么他能够丰富我们的网络文化的内容供给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有一些就像是低俗的、打擦边的、残忍的、令人不适的，那么这个就触犯了法律的红线底线，构成了违法或者是不良的信息，是需要进行防范抵制。那么我们的平台如果发现有这个问题，应该要及时的进行这个删除啊，或者是处置啊，甚至要对相关的主播进行警告，严重的话要封号啊。因此的话，还是要提醒每一位主播诚实劳动、合法经营。那么像这种情形，显然是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，可能会承担3种不同类型的责任。那么一种的话呢，就是构成了侵犯隐私权、肖像权，那么要承担民法典规定的民事责任，包括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以及赔偿损失等等。那么第二种情形的话呢，是可能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，因为偷窥、偷拍、侵犯他人隐私的话呢，可能会被处以罚款，甚至是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。第3种情况呢，就是可能会违反刑法，构成非法使用窃听窃照器材罪，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最严重的。那么普通的民众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，当然要大胆的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一种的话呢，当你觉得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的话，你可以报警。那么第2种路径的话呢，你如果有相关的证据，也可以到法院去提起民事诉讼，主张自己的隐私权等等受到侵害。海盗公馆是有一个传奇的女海盗推三娘的祖宅改建而成。我知道那个推三娘，然后不该说的别乱说。来对下钟声，参展者们将复刻推三娘与大海的传奇共鸣。让我来看一看各位穿的跟当年像不像？我们跟当年有啥关系吗？沉浸展览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。公馆噪声严重，这个展很安静。我们都觉得吵，其他人觉得安静。哇！我们走的时候，老板还在那个屋里，也没过一会儿他就走了吗？他走之后，我们又试了一会儿。不对，我都忘了，我很害怕。白纸画好像又想起了什么 ，In-Rap 神魂颠倒。哦，这个岛就是神魂颠倒。同款海盗服，各位穿的跟当年像不像？
事了。他想让他死在水里。船长开船之前就知道似曾相识的作案手法。蜡烛都亮了，沿着蜡烛走，我们要上船了。这么大一个橘子，听起来就不好吃。是你吃的吗，盖面？欧梦，欧梦，欧梦，有眼光。哇，草莓蛋糕哎！1点35，离开坛前的办公室后，我迅速到车间摘了一片芦荟吃下，然后找到昨天发现的强效睡眠喷雾带回宿舍，再备好了一把小刀，躺在床上，假装被迷晕。我真去了他家上过一回表演课。真假的？你开表演班，我也想学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数字演员是不是你？耶！你是凶手，你会选择当 X？我还是选8。为啥？我就那一次。你选谁？我不告诉你。如果是 X，我绝对不帮你。哎，那我们都挠头吧，好不好？都挠头吧，你都挠头哦。告诉你们惊恐了，你们还疑惑。3、2、1，其实这样可以交叉的拍一个照片的。对呀。腿长8.5米。SVIP 每周4、周5 12点更新 ，VIP 用户晚19点更新，会员抢先看1周。每周3推事解锁中提前解锁角色，每周5开推吧 X 揭秘幕后真相，每周6花絮定时掉落，还有推事小饭桌不定时更新好友饭局，每周日推事万事屋看推事日常，每周1、周2预告掉落，跟鹤立摸金与推理团一起推事件。本节目由玩转你我他，让我们乐在一起的可口可乐分享瓶赞助播出。又开始念问号，开始推理吧，一起推图不脱，来自于假设的魔幻。龙武器，动作1，推至笼罩迷局里，烛火灭。画中影，王者再度睁眼睛。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，分享你的开推观后感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3，和知乎答主热聊精彩内容。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开始推理吧，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。话筒给你，大胆开麦，关注文娱 Talk， 解锁更多文娱内容。看新闻用 Zucker，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。欢迎打开网易新闻1点资讯，了解节目更多内容。本节目感谢中华万年历西窗主一时刻密室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腾讯视频 TV 版、极光 TV 同步播出，大屏观看更畅快。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，获取更多追剧资讯，领取 SVIP 优惠。搜开推3预约领券，特惠开会员更可解锁超前彩蛋。搜开推3特惠开会员，抢先开推，更可解锁精品花絮。酱来啦！腾讯视频会员新品，年轻人的专属。